亲爱的朋友，历史相册是致力于探索历史、文化和知识的频道，目的是鉴古知今。我们将视频分为10段，前9段为历史故事碎片，第10段为今日主题和这个故事的历史意义。封面图的内容会在第10段展示，你可以在进度条上看到段落标签。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点赞支持，谢谢观看。Briefing 1。在605年，隋炀帝下达历史性的命令，开始开凿一条连接京城与杭州的巨大水道——京杭大运河。这一壮举不仅是工程技术的展示，更是政治与经济战略的一步棋。大运河的建设使得北方的粮食能直达南方，极大地增强了中央集权，同时也促进了南北商品的流通和文化的交流。同时期的中国人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转变，隋朝的统一结束了长期的分裂，人们在享受和平的同时，也见证了这一伟大工程如何改变他们的生活与历史。Briefing 2。966年，波兰部落联盟的首领梅什科一世，在与基督教公主多布拉娃结婚后，接受了基督教洗礼。这一事件标志着波兰由异教信仰向基督教的转变。梅什科一世的这一决策不仅仅是个人信仰的改变，更是国家战略层面的深远部署，通过宗教的力量来统一并巩固了分散的部落，最终建立了波兰这一中央集权的王国。这一变化使得波兰在欧洲的基督教世界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加强了与西欧国家的联系和交流，对其政治结构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Briefing 4。1894年，在美国纽约，世界上第一家活动电影放映机影院举行了震撼的首场公开商业放映。这场放映使用了10台活动电影放映机，标志着电影艺术的诞生。这一创新不仅引领了新的娱乐形式，更开启了后续电影工业的蓬勃发展。同年，在遥远的中国，人们正经历着甲午战争的严峻考验。这场战争暴露了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的落后，而美国的这一文化创新成就，未来也将对全球包括中国的文化产业产生深远的影响。Briefing 4。1898年，清政府与美国签订了约翰铁路借款合同，标志着中美在现代化基建领域的合作。这份合同不仅涉及巨额的资金借款，更是清朝推进国内铁路建设的重要一步，意在通过铁路的连接加强国内的经济发展和地方整合。这一合作对清朝而言是试图借助外国技术和资金加速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尝试。然而，这也引发了国内的争议和动荡。部分民众和官员担忧外国势力的过度介入可能会威胁到国家的主权。Briefing 5。1912年，标志着航海技术巅峰的泰坦尼克号邮轮在首航途中不幸撞上冰山，沉没于北大西洋。这场灾难造成1514人死亡。这不仅是一次海难，更是对人类自信心的一次沉重打击，揭示了即便是最尖端的技术也无法完全征服自然。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正值辛亥革命之后，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在政治上试图摆脱帝制束缚，推行现代化改革。而泰坦尼克号的悲剧提醒着全世界，包括正在变革中的中国，技术进步与人类谨慎之间必须保持平衡。Briefing 6。1966年，印尼首都雅加达爆发了针对华人的激烈反华示威，示威者冲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馆，并指控北京当局煽动共产党分子在印尼策划政变。这场示威迅速演变为全国性的排华骚乱，导致数不清的华侨生命与财产遭受严重损失。面对这场危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得不组织了大规模的撤侨行动，以保护其公民的安全。这场骚乱不仅暴露了印尼国内的种族紧张和政治不稳定，也对中印尼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Briefing 7。2016年 NBA 洛杉矶湖人队的传奇球星科比布莱恩特正式宣布退役。这不仅是科比职业生涯的终点，也标志着一个篮球时代的结束。科比以其非凡的技巧、
坚韧的精神和赛场上的领导力赢得了全球球迷的爱戴和尊敬。科比的退役不只是体育新闻，它成为了文化现象，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他职业生涯的回顾和评价。他的职业生涯激励了无数年轻人追求卓越和奋斗不懈。Briefing 8. 2010年，在中国青海省的玉树藏族自治州发生了7.1级的强烈地震，导致近2700人不幸遇难。这场地震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还对当地的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许多家庭瞬间失去了家园。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迅速启动了大规模的救援行动，同时得到了国内外许多组织和国家的援助。这场自然灾害也引发了对中国地震预警和建筑抗震标准的广泛讨论，促使政府和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灾害预防和应对措施。Briefing 9. 2016年，韩国进行了第20届国会议员总选举，选举结果对韩国政治版图产生了重大影响。执政的新世界党在此次选举中仅获得122席，而在野的共同民主党则以微弱优势获得123席，成为最大党派。此外，新兴的第三政党国民党也表现不俗，成功拿下38席。这次选举结果打破了新世界党在国会的主导地位，显示出韩国选民对现有政治力量的重新洗牌和期待变革的心态。这种政治力量的重新分布，对即将在2017年举行的韩国总统大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选举提供了一个高度竞争和不可预测的政治环境。这场选举不仅反映了公众对政府政策和执政党表现的评价，也预示了韩国政治未来可能的转变方向。Today's topic. 1910年，一个看似平常的年份，但其实正是技术革命的关键时刻。在这一年，美国成功铺设了历史上的第一条海底电缆。这条电缆不仅是一项工程奇迹，更是全球通讯历史上的一大步。那时候，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于这项创新技术，而在远东的中国，民众还在经历社会大变革。清朝的末年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和变动，想象一下那个时代的氛围。在美国，工程师们正在紧张地监控着每1英尺的电缆被稳妥地铺设在冰冷的大西洋底部，而在中国，人们或许还在使用传统的通讯方式，如骑马传书。这条电缆的成功铺设不仅连接了大西洋两岸，更预示着一个信息可以迅速传遍世界的新时代。这一技术突破对于中国而言，意味着更快接入到国际信息流中，尽管这需要时间来实现。在那个电缆连接的瞬间，世界变得更加紧密，信息的流动速度前所未有。这不仅是技术的胜利，也是人类沟通方式的一次革命。随着海底电缆的成功铺设，世界各地几乎可以及时分享新闻和信息。这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种魔法般的体验。人们开始意识到，信息传递的速度和效率可以极大地影响国家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决策。这种全新的连接方式让世界变得更小，也更加紧密。然而，正如每一项技术革命都会带来新的挑战和问题，海底电缆的铺设也引起了国际间的紧张和竞争。各国为了控制这种强大的通讯手段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信息的控制权成了新的战场。这不仅是技术的竞争，更是国家间实力的较量。在此背景下，普通人的生活也开始发生变化。信息的快速流动加速了全球化进程，人们的视野更加宽广，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更加深入。同时，这也带来了文化的冲击和融合，影响着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和思维方式。海底电缆的故事不仅是技术进步的象征，更是一个关于如何面对和适应快速变化世界的启示。它提醒我们，每一次技术的飞跃都是双刃剑，既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也伴随着挑战和责任。这种深远的影响，至今仍在我们的生活中继续展开，塑造着现代社会的面貌。Historical meaning. 海底电缆的铺设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人类通信方式的一次巨大飞跃。在此之前，
跨洋通讯依赖缓慢且不可靠的船只传递，信息从一个大陆传到另一个大陆需要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海底电缆的出现，首次使得跨洋通讯的时间缩短到几小时甚至几分钟，这对于国际贸易、政治决策、文化交流乃至日常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技术的实现不仅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还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各国的相互理解和合作。它为后来的电信革命奠定了基础。无线通信、卫星通讯等后续技术的发展都与这一初始的技术突破密切相关。可以说，海底电缆的铺设开启了现代全球通讯时代，形成了一个更为紧密连结、信息共享的国际社会，对全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影响。